最惊讶的就是，当我从洗手间上完厕所出来了之后，你的公关或者是公关的助理，他就在厕所门口等着你。我隔壁住了一个女孩，她叫了满一桌的酒，大概就是一座山。她还点了这个香槟，大约是10到15万日币。在公关店里的习俗会有一个叫 Champagne Call 的一个活动，整家店的男公关都会来到你桌子前面，做一个感谢你啊、呼口号的一个动作。我刚刚从我身后的这一家男公关俱乐部出来 ，Oh my god！ 因为里面没有办法摄影，所以我只有跟他们拍了几张合照。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。我问了他们很多问题，像是主要招待我的这个男公关，他是店里唯一一个会说英文的男公关，所以整个店里只有他会接待外国客人。海外のお客さんも来るんだけど、そのメインが大体スイラン。Hi, I'm Sira. I've been working as a host for about 2.5 years, and all hosts except me are just chimpanzees. So bring it on. Thank you. 因为我听说，通常日本的这种公关店，他们是不接待外国客人的，因为公关店的服务主要就是以跟你聊天为主。那他们不接待外国人，因为你不会讲日文的话，等于是他们没有办法借由聊天来服务你。你只要语言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，就像虽然说我的日文只会一点点，是真的只有一点点的一点点，可是我还是很尽力的，就是用我仅会的日文跟他们聊天。日本語はどこ？勉強？ちょっと勉強。台湾。台湾で。あとテレビ。所以我们3个人之间聊的也是还蛮开心的。他们真的就是嘴巴很甜可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假、很拍马屁的那一种，会让你觉得说是自然、很舒服的。刚刚的服务，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，比如说中间有2度我想要去上厕所，他们并不是说好你自己去，然后你去完你自己回来座位，我们再理你这样子。没有就是你要去洗手间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路带着你，然后走到洗手间，然后提醒你说小心台阶哦，然后洗手间在这边。我最惊讶的就是，当我从洗手间上完厕所出来了之后，你的公关或者是公关的助理，他就在厕所门口等着你，马上拿着热毛巾来迎接你。这种很贴心的小举动，真的会让女生觉得说，哇，我真的是好像很特别，有被照顾到，有被特别的关注这样子。他卖的就是这种恋爱的感觉。像我男公关，他就跟我讲了一句，他就说，这应该是所有男公关的一个准则吧，就是在男公关店里面，男公关他们都是王子，然后所有来的客人都是他们的公主，他就会把你当作是公主一样的看待。所以我可以理解，就是为什么传说中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女生，因为这样子的贴心的甜蜜的举动，可能动了真心，然后会一直不断的想要花钱留在这里，可以就为了跟这些男公关可以多一些时间相处，必须自己要去可能做特种行业来支付这样子的开销。我刚刚很幸运的就是我隔壁住了一个女孩，她指明了一个排名还算蛮前面的一个男公关，是真的还蛮帅的。这个女孩她看起来大概也才顶多20左右吧，他叫了满一桌的酒，大概就是一座山，看起来至少有个20罐左右。我的这个男公关他报给我的价钱是1万日币的话，是包含1瓶烧酒跟2瓶的罐装的那种调酒，然后大概是90分钟左右。他还点了这个香槟，大约是10到15万日币左右。然后你只要在这边点了这个香槟之后呢，在公关店里的习俗会有一个叫 Champagne Call 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整家店的男公关都会来到你桌子前面，做一个就是那种感谢你啊、呼口号的一个动作。大约是一个5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可能轮流跟女生敬酒之类的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，就是他就在我隔壁，等于就是大家也是在我桌子前面，就是我可以没有付钱就享受到看到这个，对，这真的是超酷的。
在去之前，我有先询问当地人，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像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，就是可能会一直被推销要买酒啊，可能到最后会家破人亡走不出来那家店啊，必须要在那边洗碗或者卖身之类的。当地人的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公关店的收费方式是这样，比如说90分钟1万元，有包含多少饮料的这个费用之外呢，虽然说他给了你这一个基本消费的价位，这只是你自己喝的饮料酒品，可是男公关服务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会问你说，他可不可以也一起喝？可是你必须付他的酒钱的，你当然不可能只有你自己喝，不让对方喝，那很尴尬啊。所以我朋友是建议说，你可以先跟对方说，你今天的预算最高就是多少。所以不管今天是你自己要喝的酒，或者是说点给男公关喝的酒，你没有办法超过这个预算。所以今天我先跟我的这个 host 讲说，好，我的预算，他也很贴心的帮我控制在这个预算之内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或者说我们现在喝的差不多了，他会告诉我说，好，我们现在把你差不多1万块的酒喝完了，如果你还要再点，或者是说你还要延长时间的话，那就是会往多少往上面加。如果你这个90分钟使用完了，即使你的酒没有喝完，你也必须要走。最低的单位就是以1个小时来计算。花店付款的方式，你可以选择现金或是信用卡。像我今天是用现金付款的话，就会用这种小信封装着你的找钱。这些小地方真的就做得很好。公关店基本上好像礼拜天通常是休息日，所以如果想要来体验的朋友，记得要避开礼拜天，他们是没有营业的。还有不知道当地人，可是外国人的话，他们会要求你要带护照，他们要做一个影印的存档 ，in case something happen, I don't know。公关店他们基本上都是预约制，也就是指名制，你要指明你要点哪一个公关来做你的台。如果大家没有对于公关俱乐部的文化没有一些了解的话，这边可能有几点要先跟大家说。现在即使你指明了这一个公关，那也不表示说你点的时间不管是90分钟或你延长多久的时间，这时间之内它完全就是你的，没有除非你点的公关它很不红啦。如果指名蛮多的话，他可能在你这边做一做，然后如果有其他人他指明他的客人，他就必须要也去照顾一下。所以基本上这个状况就是可能他会跟你每一桌可能过个10到15分钟之类，就会需要去顾他其他客人，然后再回来。基本上在他离开的这个时间呢，会有1到2个的助理来帮他顾他的客人，帮你准备你的饮料啊，陪你聊天之类的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外国人去的话，你又完全不会日文，可能个性如果是比较害羞内向，不太会主动聊天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，或是有一点尴尬，因为毕竟对方的英文也不是好到一个。因为我今天还问了一题，我就说好，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第一次来到公关店的人，我谁都不认识，我也没有指名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指名谁，我要怎么样找到我要指名的人这件事情。它有一个类似像菜单的东西，就是所有男公关的照片，你可以从上面选，或者是说可以就在你座位上看人有喜欢谁，或者是刚好有谁来服务你，觉得特别喜欢谁的话，你就可以指名他。觉得我可能就有一点年纪，有一点经验的，所以我比较不太容易会被这种滴滴的这种术语聊到。可是我必须说，他们的专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不会让你觉得很油。可能跟男性之间互动经验比较少的人，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被聊到。所以奉劝，如果一些要来这样子体验公关经验的人，真的要注意这件事情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工作。那当然，你在他们身上花越多钱，店里花越多钱，待的时间越长，点越多酒，点越贵的酒，他们就能够赚到越多的钱。所以我就有问他说，大部分的公关店背后是黑道在经营，跟等于是撑腰，就是他每个月会来收保护费这样子。歌舞伎町这边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帮派，日本的、中国的、台湾的，